用高达8000多片乐高零件拼一台高度高达70厘米的强袭高达是种怎样的体验呢？那今天就给大家全面的评测一下这款已经经过产品化、妥妥的镇宅级的乐高 MOC 作品，高73厘米，重5.2公斤，比例约1:24的乐高机甲巨作强袭高达，编号 JS10001。先来看一下成品，首先就是巨大的体积，那要是把乐高擎天柱放在它边上，是这样的。那除了巨大的体积，在整体外观造型以及细节的还原方面，这款高达也是可圈可点。好啦，下面来看一下它的内部设计以及拼搭体验。这里看一下它的核心模块，也就是胸甲部分的内部设计。设计师使用了科技类零件和砖块类零件混搭的设计方法。其中骨架部分主要使用科技类零件进行搭建，同时通过砖块类零件搭建出了更为丰富的内部细节。那由于胸甲模块是连接其他躯干模块的核心模块，因此这里我们也来看一下它的一些大模块连接结构设计。首先髋部这个位置，设计师在这里使用了2个带十字轴孔的球形连接件，这2个零件的加入使得整个腿部模块可以向外张开。另外，整个这个模块呢，采用一个小转盘零件和主体进行连接，因此实现了可以前后旋转的效果。结合前面说的可以向外张开，那么也就实现了可以3轴运动的结果。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转盘的这个位置，设计师设计了一枚12齿齿轮与转盘联动，而与这枚12齿齿轮同轴的，设计师还在这里设计了一个球形连接件，为转盘旋转提供阻尼。肩膀部分，设计师在这里设计了一个转盘零件作为肩关节，用于后续与手臂模块的连接。这里来看一下腿部模块的内部骨架，可以看到整体上是采用科技类孔壁零件进行搭建，和刚才提到的髋关节部分连接的位置，设计师在这里同样设计了一个转盘零件，因此实现整个腿部模块的旋转动作。同时，设计师同样设计了一枚与转盘零件联动的12齿齿轮，用于增加阻尼。膝关节部分，设计师这里使用了2组4个铰链带孔壁零件，实现了膝关节的可动。脚踝部分，其连接结构和髋关节类似，通过转盘零件实现前后旋转，同时通过12齿齿轮配合同轴的球形连接件增加阻尼。这里看一下脚部的相关设计，那整体呢是采用砖块类零件进行搭建，在连接踝关节的位置，设计师在这里使用了2个球形铰链零件，因此可以实现整个脚部模块左右摆动的效果。此外，前后脚掌之间也采用了球形连接件进行连接，因此可以实现跳芭蕾的垫脚动作。这里看一下手臂模块的内部骨架，和腿部模块不同，手臂模块的骨架采用了砖块类零件和科技类零件混搭的搭建方法。肩关节部分，设计师使用了铰链带孔壁零件，通过这个零件实现整个手臂张开的动作。另外，大臂的这个位置，设计师设计了一个转盘零件，同样通过12齿齿轮增加旋转阻尼。肘关节同样是使用了铰链带孔壁零件，而手掌部分则是使用了球形连接件。那整个手臂模块则是通过这里的转盘零件和胸甲模块连接。好了，大概经过40个小时的拼搭，这台强袭高达就完成了。这里我们重点看一下成品的可动性，可以看到头部与身体之间并非采用简单的球形连接件的固定方式，因此实现了头部的前后可动、左右可动、抬头低头、左右旋转等动作。胸甲部分有多处可以打开的舱盖，其中腹部舱盖打开后，甚至可以看到里面的驾驶座、操作杆等内构细节。另外，裙甲部分采用模块化设计，通过铰链零件与主体进行连接，所以也可以进行各种造型角度的调节。手臂部分肩关节可动性非常不错，整个手臂可以做出前后运动、左右打开、整体旋转、小臂角度调节等动作。腕关节也可以自由调节角度，指关节同样灵活，能做出握拳、展开手指、
甚至还可以，当然点赞也是没问题的。腿部的可动性方面，整个大腿可以做出左右旋转、前后摆动、左右打开、膝部弯曲等动作。不过由于整个大腿模块比较重，因此例如腿部打开以后，如果放手的话，那么它并不能保持打开以后的角度。脚踝部分除了可以旋转调节角度以外，整个脚掌本身还可以弯曲，做出垫脚的动作。那除了身体主体部分，其他的一些外观模块同样具有一定的可动性。不过所有的这些造型角度调整都需要稍微小心一点哦，否则会出现零件脱落的问题。那拼装的过程中也可以考虑进行适当的点胶，以增加整个成品的稳固性。那武器配件方面，配了一个盾牌、一把光束步枪、2把格斗刀。不过这些武器如果要固定在主体上，就不是那么容易了。这也是因为整个重量比较重，而乐高的铰链零件、球形连接件等零件呢，并不能支撑这么大的重量。也包括整个主体，可以看到是采用了一个架子进行支撑固定。如果没有这个架子的话，那么腿部也是无法支撑整个身体的重量的。因此，如果不采用其他方法，这个高达73厘米的高达，并不能很好的摆出其他各种造型。当然，基于正常站立的一些小姿态的调整，自然是没有问题的。而如果一定要做出更多造型动作的话，可能会需要用到例如鱼线配合架子进行固定的方法。那外观方面，首先整个模型在身体比例方面应该说是还原的非常不错。不知道有没有玩家和我们有一样的感觉，就是如果粗一看的话，其实并不太能发现这原来是一款用积木拼出来的高达。那外观细节方面，包括像比如头部这里天线、面罩等细节的搭建，胸甲部分这个斜剖面的还原，同时还使用了一些贴纸对细节进行了丰富。裙甲部分的造型也做得非常不错，同样也是使用了一些贴纸，膝关节这个位置也做出了微微拱起的弧度，脚部的还原也很到位。另外还可以看到厂家这里还提供了一块展示名牌。好了，那么总结来看，这款采用8000多片乐高零件搭建的强袭高达，无论是在外观细节设计方面，还是内部结构设计方面，可以说设计师都是挑战了乐高零件在机甲领域的最大极限。虽然具有非常丰富的可动性，不过受限于乐高零件本身的承载能力，使得它在可靠性方面表现的并不是很好。因此，它绝不是定位为一款让玩家去日常把玩的高达模型，而是一款在众多高达模型中处于绝对 C 位的镇宅作品。同时也可以想象得到，它还可以适用于例如放在店铺门口橱窗里面，用来吸引眼球的这样一种场景。那零件方面，整个拼搭下来的感觉呢，拼插手感松紧适中，手感属于国产零件里面比较好的水平。不过少部分设计为只有单点或者2点连接的地方，还是建议点胶处理。最后包装方面，非常大的一个彩盒，打开彩盒里面有4个零件分盒，8588片零件一共被分为了16个分包。拼搭手册1本，厚度惊人，一共包括1371步，内部图示比例大小合适，指示清晰，贴纸2大张。好啦，本期就到这里，下期见，拜拜。